大家好，跟大家跟进一下纽约皇后区华人屋主火灾的事件。回顾一下，2020年12月19日，皇后区艾姆赫斯特 Elmhurst 一栋住宅清晨发生3级火灾，导致防毁且3名住户死亡，4人受伤。此后，调查人员在火灾现场发现助燃剂，怀疑大火或是故意纵火导致。23日，又有消息指出，警方在华人屋主的汽车里发现与火灾有关的助燃剂，且该华人房东曾有试图驱逐该栋火灾民宅内租户的记录。昨天，一名从皇后区民宅火灾中逃生的房客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场大火夺走了他3名邻居的生命，他们的呼救与尖叫声至今在他耳边环绕，当天的噩梦历历在目。他说，这栋房子易主后，新的华裔房东多次要求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房客搬离，甚至强行关闭水电逼迁。根据纽约邮报26日报道，这名幸存者称，他于19日从艾姆赫斯特48大道90-31号民宅3级大火逃生后，至今不能忘记当天的惨况。他回忆，当时正在熟睡的他被巨响吵醒，睁眼后就陷入黑暗之中，那个响声像是汽油被点燃前的声音。这名房客住在该栋楼1楼已2年，并不是有的网友说的屋主一家被闯入流浪汉。这名房客说，在传出巨响之后，感觉房屋逐渐倒塌，扑面而来的是烧焦的味道，并看见从地下室冒出的火舌。他因自己屋子的门未被火势吞噬，他才得以逃出这场获救，差一点我就死了。受访的幸存者表示，他每月交付700元的房租，但这栋楼宇易主后，新房东近期多次要求他与多名房客搬离，一度甚至强制关闭水电与煤气逼迁。幸存者说，他曾在9月与10月多次与新房东陈埃里克 Eric Chen 见面，对方询问他想要多少钱才肯搬走，但他这名房客以没时间为由，没有继续与对方讨论这一话题。这名幸存者说，火灾发生后，他已告知警方与消防局，陈埃里克曾多次要求他搬离这栋住宅的事实，但他也坦言，单从警方提供的视频中，根本无法分辨火灾前进入民宅的是否为陈埃里克本人。根据房屋记录，此民宅建于1960年，至今已多次易主，目前由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拥有。这家有限公司于今年2月以1208150元购下这栋法拍屋，2个月后，将原注册代理人谢南希 Nancy Shea 变更为陈埃里克。前租客 Gustavo Escudero 表示，今年1月开始，不断有人试图赶走楼内的租客。他形容这些租客必须像战士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，自己也因此出现心理疾病。他并不清楚这些逼迁者代表房东还是银行，只记得其中一名女性叫南希或艾莉西亚 Alicia。最终他接受了1000元的支票，搬离该屋。根据市楼宇局 DOB 的信息，自2010年以来，这栋3家庭住宅被指出非法改造等27项违规，但仅解决了其中的1项，对屋主的罚款总额已达到217000元。信息显示，该屋曾在2018年因非法改建地下室成6间卧室被罚款并强制清空，清空令在火灾发生时仍有效。本月19日的火灾导致3人死亡，其中2人因逃生路被衣柜堵住，在2楼的房中丧生。警方最初裁定这起火灾起因是电线走火，但之后的调查中，在屋内发现一种助燃剂。随后在陈埃里克的车上搜出3副手套，上面均有助燃剂的痕迹。警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犯。我在说华人房东，有网友又不高兴了。那下面我再说一个火灾事故。纽约布鲁克林华裔聚居的班森赫在2010年1月30日凌晨2时30分传出火灾，位于86街2033号的3层楼商住混用公寓起火后，火势蔓延迅速，导致至少5人死亡，16人受伤。楼宇1楼即为华人经营的港式茶餐厅，楼上则以西语裔居民为主。起因是2楼主客跟3楼客人互相有矛盾，其中一方把对方放门口的婴儿车烧了，想恐吓对方，结果呢，死了这么多人。那事件关房东什么事？当时的房东不是华人，但是他也改装了房子，增加房间的数量，方便出租。消防局人员表示，起火的建筑是3层楼旧建筑，1楼为华裔经营的香港茶餐厅，原本应该是3层3户的建筑，但2、3楼疑似非法改建，20多人住在里面，多半为来自危地马拉的西语裔移民。结果逃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，房东被罚重款，
卖掉了2间价值400万美金的店铺。我在这里补充一句，改装房子出租肯定是犯法的，但是杀人放火都有人做，自己衡量后果再为之吧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请点赞订阅，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请留言，谢谢您的观看。